这集可以说是战斗最混乱的一集，上演了一堆克隆体大战克隆体，老纪甲板威胁解除，黑暗之后又是伏笔，隐身铅笔直升机再经小队到达，他们的征程还将继续。那个 HP 什么 Here 欢迎看我的频道。在等待了2周后，时钟盾宇宙43集发布了，时长4分17秒。之前 Jump 虽说表示过43集的时长与42集差不多，但他们中途更改了计划，所以43集的时长是4分钟。这集几乎全程都是动作打斗戏份，不过应该是个过渡集。总的看下来，这些内容对于剧情的推进没有多大，算是将上集提到的特工严明了的同时，又留下了一个让我们猜测的地方。请跟我重新回顾剧集，我将尽可的盘点解析理论其中可能存在的细节。看清警戒，视频内容难保有数位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的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。前情回顾，老纪舰队覆灭监控基地，其所展现的强大实力被迫使得联盟成员从各处撤离，他们需要另想办法进入到老纪的内部，从而寻求破解之法。为了阻止其继续推进，铅笔阵营不再保留实力，将资源投入战场。女探的铅笔喜获大增强，他可以通过该资源克隆出联盟泰坦来应付乌泱泱的克隆机。回到剧集，泰坦们受到克隆机的围困，蜷缩一团。女探的铅笔见状，则是左手一挥，下令身后站着的克隆泰坦们进攻。而他自己则是拦住了其他泰坦们的进攻，准备站在原地看戏。好，电子斗蛐蛐是吧？克隆体大战克隆体，玩的还挺花，但某大聪明已经趁人不注意跑出去了。探电视监控音响则没有动。下一幕可以看到8个克隆泰坦各自冲向了克隆机，这8个克隆泰坦分别是来自3体宇宙的声纳泰坦，以及各种老版本它的时钟、它的音响、它的钻头，还有一个不起而显性没看到的出版它的钻头。背后则是3个不同时期版本的泰坦监控，区别在于肩部加特林和左右臂武器的装备等，他们都一拥而上前去对付屏幕上这15个克隆机。而其他原型泰坦除了泰坦钻头外，则是站在了原地。而泰坦钻头龙嘛，不知道是不是穿帮了，还是说跑到了别的平台上，怎么消失了呢？人呢？估计是老生常谈的那个问题了，许多的细节上还需要打磨，比如下一刻的他的钻头真身匍匐前进起跳，你能在这个位置看到克隆他的钻头就站在那跟定格了似的，一动也不动。还有他的钻头起跳时溅射出了颇具流线型的粉尘，以及扑倒克隆机后这湖面而来进入地板半身以上的穿模。假设将摄像机镜头角度上偏实际20度，不要拍到地板的话，我想这些问题都能避免不少，还让泰坦钻头更具压迫感。这些只能抱希望未来这么能在细节上完善一些吧。他的钻头扑倒了克隆机，拔掉了一根炮管后开始嘴炮洗礼攻击。但克隆机虽是克隆的，其坦度丝毫不容小觑，他的钻头这样的攻击依旧无法溶解克隆机，被其发红色激光逼退。这束激光应该是克隆机胸前核心发出，因为其炮管发射的能量是橘黄色的。随后泰坦声纳加入了2人的斗争，飞天一炬炬出的火花十分的坚硬，但左侧有一炮打断了泰坦声纳，是另一个克隆机，他欲要继续发射。背后他的监控，他的音响传出你一下我一下，但克隆机身法了得，很快就将2泰坦分别击退。这场战斗后期的混乱遍地都是打斗，已知的有着8个克隆泰坦和15个克隆机，还有5个原生泰坦。如果将他们每个人都干了什么说清，那无疑是太拖沓了。就让我们边看边说。这些克隆的泰坦以能量的方式攻击，其所展现的主题色统统是绿色，因为绿色是女探的铅笔的主题色，他们有其创造上也在情理之中。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克隆出的泰坦在作战方面明显无法与原生泰坦相比。相较而言，克隆泰坦在战斗上面表现的比较单一，哪怕能量的形式攻击也跟自水差不多，貌似只会一些简单的攻击，例如肉搏和发射自身所具备的攻击能力，缺的是自身特色的战斗手段。泰坦始终对时间的操控几乎没有，他能想着是没有关于声音方面的攻击。泰坦电视更不用说，变成了一个只会乱砍的莽夫等等。3体宇宙的泰坦声纳也是如此，被炮管命中后也没了反应，那上级一拳打穿克隆机就显得小丑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些个克隆泰坦看似阵容齐全豪华，但短板也十分的明显，完全不能与原生泰坦相提并论。画出来的终究是画出来的，这些泰坦虽然看似是纸糊的，但实际是纸糊的，被克隆机稍稍一打就散架，乃至原地直接嗝屁，不知道嗝没嗝屁，反正镜头前好几个没啥动静了。我想哪怕任意一个泰坦也不会被这几发草率的激光打成这样。根据描述中也可以得知这个结论，这些克隆体没有一个像原生
真的那样强大，不过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，还有着潜力。从表现来看，这些克隆体或许在应付克隆机上还略有不足，放在其他地方的话，或许就不一定了。有了这句话，兴许还有可改进的空间，只要还有可提升的地方，那就是一个伏笔。与其说克隆泰坦太弱，不如说克隆机太强，能顶住它的钻头的嘴炮洗礼就不是泛泛之辈了。从其脸部纹路来看，还经过了烫头的改造，坦度大且无视痛苦，全程默的表情，妥妥的战争机器。在这样的强劲对手之下，克隆泰坦们纷纷失去战斗力，一个电视头翻滚到了泰坦电视的脚下。前段算是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解压局了。泰坦电视见状9折，随后电视保护屏展开，双肩大电视头脱离，战斗形态启动，快速踱步靠近一个克隆机，让他尝尝这真正的自动攻击，但貌似依旧砍不进去。扒拉2下后推开攻击，第2个克隆机斩掉了炮管后借炮打人，将其拍开后跳成了第3个的背后，就近展示爪刀开颅攻击，一进一出可算破防了，带掉了一块皮囊。这里可以看到在带掉之后，里面露出了一个图案似的东西，不过我不清楚这是什么图案，如果你们知道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。好在他的电视没有白费操作，带着了一个克隆机，但打不完死的一个接着一个，他将其推开后举起来了手爆摔，并同时拍开第5个，而第6个正在预热蓄势待发。他的电视敏捷拉满，原地闪避2发激光，随后终于用上了新安装的机械臂炮管，直接命中。短暂的空隙之下，他的监控也用上了链钩，拉在面前2度攻击。他的电视没有闲着，转身又给了他能想前的克隆机2炮。他能想这躲在辐射后的动作还挺可爱的，虽然炮命中了，不过没下文了，后面也没有了动静，不知道是不是嘎了，还是说刻意模糊数量，用于下集再多做展示。因为这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。泰坦电视转身看向了同样转头过来的老鸡大头，并儒雅随和的与之开启了单方面的交流。称其是不是害怕的不敢出来了？老鸡铁头凝视，但他的电视依旧嘲讽点满，是不是没有任何有声的回应？只见面前一坨黑烟爆起，哦，还有高手。对此又到了猜环节，这个黑烟显然又是什么传送呢？我们先来提出一些内容。我想呼声最大的无疑是主线副本进入了2阶段了，那就是老登机甲来了。但我们试想一下，假设是老登来了，他有能力阻止这5个泰坦吗？很显然，凭借老登的能力打开泰坦电视勉勉强强，更遑论这里包括了铅笔、音响、监控、电视、钻头的泰坦。如果仅是单个老登儿出来，感觉就有点螳臂当车了。除非先前的克隆机还有不少，亦或是还有其他的帮手，这样还能达到配合。虽说泰坦电视的几波操作之下干掉了几个克隆机，但模糊的数量难保还有更多，所以不排除这个可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不论是老登儿、二登儿，感觉他们仿佛为了老纪城堡付出了黔驴技穷了。小规模的战斗打得还行，上升到团战就很是乏力。毕竟前几10集都在贯彻起诉的这点，按照他们的说法，就是做完了这个就可以躺赢了。当然还有编号级单位的说法，在此前双方的交流中，如果没有更多编号单位的情况下，编号单位现仅存那几个人形单位了，体型上无法匹配这样的战场，加之个别被神秘人带走，或许会有另外的剧情推动。出现在这里的话可能有，但不多。那么除了老登编号单位，那还有谁呢？林七会处理外星的问题无暇来此，排除这些就剩个老纪了。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因此受到探电视的激将法出了呢？当然我说的不是单纯的老纪本体，比如更迭上代的更为强大的躯体，这个说法存在一定的道理，毕竟无将可用，唯有亲自上阵。但就我个人而言，这个可能依旧不大。首先这集的最后有金小队出场，那无疑会对老纪这块要塞的内部产生一定的情节，势必不会亲自出场草草落下帷幕，不然感觉也没必要来这一出了。如果不加最后一段的话，这个可能显然会是不小的，所以不论是哪种可能，很难猜测。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怕不是又要有新的款式单位要出现了，从而给我们眼前一黑。不过还是希望下集会给我们一些惊喜。另外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，在泰坦电视攻击克隆机前，曾分离出了2个电视头出去，哪怕知道泰坦电视对话时这2个电视头也没有回来，难道用其在控制另外的克隆机？不过画面上没有丝毫表现，暂时沉迷。但这迟迟没回归本体，如果不是细节上的疏漏，那就有可能会是一个伏笔，届时再看场景转换。
2架以上的铅笔直升机正在航行，里面是正在摆弄新得到装备的精英小队，他们都得到了适合自己的装备武装，简直焕然一新。新的装束依旧贯彻了他们独自的特点，譬如音响的装置武器非彼等，防弹衣挂着投掷武器，更像是特种兵了。而最令我称奇的是双腮监控的手套，这看起来不像是一副简单的手套，看起来颇具功能化，兴许还有更多的妙用。上集电视科学家曾提到的这些特工们会与泰坦们会合，所以他们应该要前往的目的地是老基要塞。在40集曾提到了，除非联盟在内部干掉老基，不然谁也拿这移动要塞没有办法。而这项任务无疑是要交给精英小队了，从而推进内部的情节和博弈。总的来说，这段加得很好。这集本身来看是一集过渡集，在剧情上几乎没有推动，全程都在打斗，但加了这一段，便就明示了接下来的大致走向。43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而下集这么称会尽量在10天内准备好。下集的故事可能是关于精英小队的内容，他们将尝试进入老基内部，但还是那句话，现在的透露不代表最终，随时有改变计划的可能，以最终呈现的效果为准。你也可以将你对本集的理解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我是皮子帮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